米饭作为我们大部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食，我一直以为咱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爱吃米饭的民族。然而，在我翻阅了关于全球人均米饭消费的相关报道后，我惊讶地发现，咱们中国人的人均米饭消耗量竟然连前15都排不上。而全世界最爱吃米饭的国家，竟然是一个非洲岛国，它的人均米饭消耗量为148千克，位居前茅。且米饭在卡路里摄入中的占比高达56%，位居世界榜首，并且在他们的纸币上还印着我们中国的杂交水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遥远的非洲国家如此热爱米饭，并且还把杂交水稻印到了他们的纸币上？为了一探究竟，我决定亲自前往这座遥远的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水稻起源于公元前8200年中国珠江中游的聚落地带，后来被传到了东南亚各国，然后在1000多年前被南岛人，也就是马达加斯加人的祖先将水稻带到了这座岛屿。而这座位于印度洋西侧的岛屿，由于受到来自印度洋信风的滋润，大量的降水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形成了类似东南亚地区的温带和热带气候，这使得水稻得以在此广泛播种。马达加斯加的稻田主要都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我这次的行程便是要前往一座名为曼南杜纳的村庄，因为这里有着马达加斯加面积最大的水稻田。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今天坐了可能差不多7个小时的车，只开了180公里。今天晚上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里面。当地人知道了我来这里是为了了解他们的水稻种植，于是跟我介绍了一位当地的农民女孩，她的名字叫做 Naruk。Naruk 从小便在这里长大，自从他父亲去世以来，他便辍学在家种地。如今他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农民。接下来的2天，我将跟着 Naruk 一起体验一名马达加斯加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我现在在马达加斯加的稻田里面。作为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真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插秧这个工作真的很不容易，我只是体验一下，就感觉自己真的是腰酸背痛。不管是马达加斯加的农民，还是咱们国内的农民，插秧真的是非常辛苦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古诗里面那句“粒粒皆辛苦”的，真的小朋友们珍惜粮食啊！这个传统的插秧方式呢，是随意且密集的将秧苗插在水中。因为早期人类对于水稻种植了解不够透彻，普遍的认为这个插得越密集，产量就会越高。但是如今更为科学的插秧方式呢，是有序的排列，且在秧苗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这样更有助于秧苗生长，并且获得更高的产量。然而在马达加斯加大部分农民仍在采用比较传统的插秧方式，因为他们认为需要遵守祖先传承下来的技术，这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也是导致当地大米亩产量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插秧的时候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了下来看我，可能这一辈子还没见过一个亚洲人在他们田里面插秧吧。我们现在准备继续跟着 Naruk 去看别的田地，因为马达加斯加呢，它特别神奇，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天可以看到种植水稻的所有过程。这片田是他们1个月之前插的秧，这个时候需要干的工作就是要除杂草，这个就是拔出来的杂草，感觉真的跟我们刚才插的秧苗很像哈。在哪吗？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当地可爱的小朋友，相对于直接给他们钱，我更愿意送他们一张我给他们拍摄的照片。看到孩子们拿到照片后的笑容，我自己也可以开心一整天。大家看，我现在走在这片水稻田里面哈，这一片的水稻基本就快要成熟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地区呢，在马达加斯加叫做 Le Haut-Der， 是整个岛屿中心的高原地带，大概位于海拔1000米左右。一年四季的温度都还比较好，夏季温度不会太高，大概也就在28、9度是最高温度了，所以非常适合水稻种植。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就在这片已经成熟的稻田里面，他们后面已经在收割水稻了，太神奇了哈！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看到了种植水稻的整个过程。
我也问了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哈，他们说因为他们播种水稻的时间不一样，他们主要是会因为水的原因来播种，因为他们下面有一条河，靠近河的地方一直有水，所以他们播种时间会比较早，而往上面走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因为缺水，所以说只有等到雨季下雨的时候有雨水了，然后这时候才能开始播种，所以说每一个时候的收割时节是不一样的。在他们这里啊，依旧保持着农村社区式的生活方式。到了某块田需要收割的时候呢，每个家庭之间会互相帮助。男人们呢会负责收割水稻，女人们呢则会把收割下来的水稻捆成一束，之后呢，孩子们会来把一捆一捆的水稻又运到家里面去。现在我手里面这把水稻基本成熟，但是我们是从水里面捞起来的，因为上个星期一直下雨，把后面这整片水稻田都已经淹没了。看后面这个不是个湖，它是稻田本来，然后全被淹没了。所以说水稻就泡在里面了，泡在里面之后，它就你看这个米上面就长一些须须了，这个米就不能吃了，非常可惜。这个农民真的是靠天吃饭呀。中午被纳乌克邀请到他家吃午饭，这之前一直有点腼腆的纳乌克呀，突然就变得主动了起来，开心的给我们展示他各种各样的比赛奖杯。原来纳乌克虽然是个农民，但他同时还是一名长跑运动员，而且他还是马达加斯加国家队的一员。马达加斯加水稻种植的所有流程呢，都还保留着最原始的方式。为了获得大米，收割回来的水稻需要经过打谷这个步骤。这一捆捆的水稻会被不断的拍打在一块石板上，直到所有的稻米和秸秆分开。这打出来的稻米还需要经过晾晒和过筛。晾晒的目的呢是将多余的水分给晒干，方便脱壳；而过筛呢，只是将混在稻米中的杂质给剔除出来。人们会顺着风啊，将这个稻米从高处倒下来，这样比稻米更轻的杂质呢就会随着风飘走。我现在在这一个筛米站，就是所有人会把自己家的米拿过来，现在正在排队。今天呢，我就受邀在这个当地人家里面来吃晚饭了，他们现在正在准备晚餐。他们在马达加斯加的米里面啊，都有这个，就是还没有成熟的米。他们之所以有这个原因，我问他们是因为他们这边的筛的米的机器不太好，因为真的非常多，非常多。看看我刚才洗了一个澡，我感觉我回到了小时候，也回想想爷爷奶奶家的感觉一样。厕所是那种旱厕，洗澡的话是没有淋浴的，然后是用桶来接水，然后来淋浴。整个国家基本上除了首都以外，基本上都是没有通电、没有通水、没有通气的，就三不通。马达加斯加呢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有大约100万人仍然需要粮食救助。近几年呢，受到飓风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马达加斯加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让本来就只能满足温饱的家庭啊，更是雪上加霜。能吃到一口米饭已经是一种奢求，更别说购买昂贵的蔬菜和肉类。对于很多吃不上米饭的家庭呢，只能靠购买更廉价的木薯来充饥。而南部地区则更加糟糕，连续多年的干旱导致庄稼颗粒无收。为了生存，当地人不得不靠吃树皮或者皮革来充饥。这个锅里面还剩了一些粘在锅壁上的米，它会留在里面，然后继续在火上面烧，一直到烧出锅巴之后，然后他们会把水加进去，做成他们当地人特别爱喝的一个叫做米茶，其实就是锅巴水。说实话，农业是马达加斯加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全岛80%的人口都从事农业相关行业，而其中水稻更是其最为主要的农作物。
稻田面积占据全岛面积的44%。虽然马达加斯加的主要农作物就是水稻，但是每年国家不得不还要进口50万吨的大米来供整个国家的人食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耕种方式比较落后，所以导致他们的产量并不太高。他们大部分的水稻田的产量每1公顷只能达到3到5吨。马达加斯加农业部希望改善现状，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7年，一种来自遥远东方种植的新型杂交水稻，似乎帮马达加斯加农业部找到了解决办法。这一年，这种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第一次在马达加斯加进行的实验种植。为了了解更多关于杂交水稻的事情，我来到了马达加斯加农业部，并有幸采访到了马达加斯加农业部部长和负责杂交水稻项目的专家。Du coup, nous, on vient ici parce qu'on est intéressé sur le hybride chinois. L'hybride chinois, c'est un hybride qui montre une performance beaucoup plus élevée par rapport au riz classique que nous, on a jusqu'à maintenant. Je pense que l'hybride, ça fait une partie de la programme en Chine, les ceintures de la route. Et vous, ça vous a dit travailler administratif à la culture de la Chine. Du coup, pour ce projet-là, est-ce que la Chine a fait quel rôle dans ce projet-là? On voit la Chine un pays partenaire qui peut apporter, transférer les technologies requises par la promotion de l'hybride. Si on change 10% des semences en Madagascar en semences de l'hybride, on peut déjà surpasser les 600 000 tonnes. 专家告诉我，我们提供给马达加斯加的水稻叫902号杂交稻。这个水稻和我们国内的杂交水稻并不一样，因为马达加斯加的气候条件和我国不同，不能直接使用国内的杂交品种。为了找到能够适应马达加斯加各种气候的高产种子，实现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的本土化种植，湖南省农科院援非专家胡跃访在10年内几乎跑遍了马达加斯加所有的水稻种植区。在袁隆平院士的指导下，他带领团队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的高产杂交水稻种子。袁隆平教授原来也说过嘛，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全球嘛，让非洲人们吃饱饭嘛。我就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区，跟他们讲过，跟他全手继续，你要把事情做好啊，给人民带来好处啊，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农业技术员啊。杂交水稻的项目在逐步进展，我希望我们的杂交水稻能够早日帮助这个遥远的非洲岛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再回到最初的问题，马达加斯加为什么是全世界最爱吃米饭的国家？我觉得经过这趟旅行后，我有了自己的答案。除了因为受到历史和地理气候因素的影响，长年以来的饮食习惯也让当地人离不开大米。但是与其说是马达加斯加人爱吃米饭，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廉价的米饭能够提供充足的饱腹感，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才让马达加斯加的人均米饭消耗量如此之高。最后，希望马达加斯加政府能够早日找到解决办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更多大米以外的食物能够走上马达加斯加人民的餐桌。最后的最后，我还要非常感谢这2天 Navuk 和我的向导哈扎。这2天真的非常感谢 Navuk。Merci Navuk， 这2天带我参观了整个他们这一片农田。最后的最后，还要非常感谢马哈亚 Expedition 旅行社对我本次旅行提供的所有帮助。马哈 Expedition。好了，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记得评论、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